Hello，大家好。最近几年，加拿大房产市场占经济比重过高。去年疫情爆发后，央行非常担心家庭债务过高的加拿大人遭受经济衰退打击而破产，最终导致加拿大房产市场崩盘。央行人为的压低了抵押贷款利率，本来的目的呢是减轻加拿大人的债务负担，结果很多不解风情的加拿大人第一反应却是利率这么低，不带是傻瓜。结果很多人的债务负担不但没减，反而又背上了更沉重的债务，这完全背离了加拿大央行降息的初衷。不过这个现象呢，却非常符合当下加拿大房价永远涨的舆论大环境。尤其是最近，加拿大房地产市场的乐观情绪再次刷新历史新高。彭博纳诺斯信心指数调查显示，尽管只有 24% 的人认为经济会好转，仍有 51% 的加拿大人认为房价会在6个月内上涨，这是自2008年以来的最高数据。之前莱格公司代表 Remax 房产公司做的一项调查也显示，尽管疫情爆发、经济衰退，消费者仍然感到乐观。有 52% 的加拿大人将房地产视为2021年最佳投资选择之一，并表示有信心看到2021年加拿大住房市场保持稳定。既然这么多人看好加拿大的房产市场，2021年加拿大的房产市场就一定能再创新高吗？可能很多人知道协同定律这个小故事，今天咱们就再一起来复习一下吧。美国总统肯尼迪的父亲是华尔街一位投资大师，在1929年的一天，他在路边请一位协同帮他擦皮鞋。这位协同呢非常健谈，一边擦鞋一边对老肯尼迪侃侃而谈，谈话的内容主要是他的股票投资心得和建议。老肯尼迪发现，连擦皮鞋的协同都对股市这么热衷了，这应该正是股市过热的信号。擦鞋童往往是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弱势群体，这类人呢，通常解决温饱就不错了，他们一般没有多余的资金用来炒股，所以一般情况下他们也不太会关心股票的涨跌。现在连协同都在谈论股票的话题，老肯尼迪确认这正是股市过热的信号，于是他回家第一件事呢，就是把手中的股票全部卖掉。也正是因为如此，他才躲过了1929年那场世纪股灾。协同定律从此诞生，成为经典的反向操作手法。协同定律理论认为，除了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投资人之外，对投资成功最有帮助的其实是那些经常犯错误的人。当人人都高谈阔论买股票之时，正是清仓离场之时；当人人都对市场没有信心的时候，恰恰是入场布局的时候。当快递员、Uber 司机他们都在高谈阔论给出投资房产的建议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应该非常小心了，因为哪个城市的房价都不会永远涨。谁会想到埃德蒙顿现在的房价会比2007年更便宜？温哥华现在的基准房价尚未恢复到2017年到达的最高点。正是因为房价有涨有跌，无论是刚需还是投资，都想找到好的买房时机。这几天呢，在我的频道评论区有好多人问房价啥时候下跌。因为我的频道只说实话，因此呢，正确答案就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一个城市在房价达到阶段性峰值的时候就会下跌一段时间，而房价到达阶段性峰值往往都是有规律的。通常每年2月到3月，房产市场供应减少，4月、5月由于进入春季，天气变暖，会有更多的房源进入市场，买家在这一季节最为活跃。春季也是一年中价格上涨最快的时间，一般家庭会在2月、3月开始搜索房源，他们希望7月底完成交易，因为夏季是加拿大的黄金季节。进入8月份，很多人都会选择休假。一般家庭呢，在夏季买房的可能性比较小。如果所有买房的人都急于在8月份完成交易，往往会导致大家都来竞争优质房源，这样就能看得出来，春季是买家进入市场最不利的时间。相对于春季，夏季买家数量下降，以及房源供应增加，容易导致买家之间的竞争加剧，以及房价增长的放缓。同时呢，卖家也需要休假，他们需要先售出房产。如果他们在夏季找不到合适的买家，可能就只能寄希望在明年春季重新上市。秋季的时候可能很多买家从春天就开始卖房，持续到秋季的时候就很难沉住气了。在这个时候呢，往往能接受价格优惠，不然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明年春季重新上市了，
因此夏季和秋季是比较好的谈价格的时候。从上面也可以判断出来，加拿大的房价调整进入峰值的时间通常是在5月至7月的这段时间。能不能把这个规律作为判断房价下跌时间的参考呢？先一起来看看加拿大几个大城市最近房价达到峰值分别对应的时间。第一个城市多伦多，多伦多最近2次房价达到峰值对应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5月、2017年5月。温哥华最近4次房价达到峰值对应的时间分别是2008年6月、2012年5月、2016年7月、2018年4月。卡尔加里最近房价达到峰值对应的时间分别是2007年7月、2014年7月、2015年6月。埃德蒙顿最近2次房价达到峰值对应的时间分别是2007年6月、2015年6月。以上的4个城市达到这些峰值之后房价都出现了下跌。因此呢，我觉得这个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。根据这个规律来推算，假如2021年房价一定会发生下跌，就很有可能在5月至7月这段时间进入峰值，然后开始下跌。以上观点仅供大家参考，同时也欢迎大家在这个视频的评论区一起讨论。好了，这就是我今天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。我的频道呢，每天都会分享一些加拿大的生活、经济、房产相关资讯，感兴趣的朋友欢迎订阅。谢谢观看，再见。